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不需要厨师机也可以制作的炼乳小餐包。我们先从中种面团做起，水或者牛奶，用微波炉加热10到15秒，到温热但是不超过40度的状态。超过40度容易把酵母烫死，加入酵母化开。中种法不需要使用耐高糖酵母也可以。加入到高筋面粉中。如果你的中筋面粉蛋白质含量在10%以上，也可以使用，但是如果比较低就算了吧。不过手揉面团最好选择筋度高的面粉，揉成团，表面不光滑也无所谓。室温下放置1小时或长到2倍大，然后转移到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第二天我们来制作煮面团，高筋面粉中加入糖、盐和奶粉，奶粉没有也可以不加，但需要减少5克牛奶。再加入鸡蛋液和炼乳，千万不要问我不放炼乳行不行，我们今天做的是炼乳小餐包。最后再加入牛奶，这是我们发好的中种面团，可以看到里面充满了气孔，一般我都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使用，可以很好的降低面团的起始温度。把它掰成小块加入，把所有材料先简单揉成团，然后我们转移到揉面垫上继续揉面，用搓洗的动作揉搓，把所有的材料先揉均匀。如果想知道如何才能让揉面垫不移动，可以参考全麦吐司的那期视频。揉匀之后再揉7到8分钟。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如果你的面团始终粘得不成团，说明它吸水性不好，可以一点一点加面粉。切一块检查一下，可以抻出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膜。如果你用厨师机，用低速搅拌，所需的时间每个厨师机可能不太相同，只要揉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这时我们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先揉至黄油全部被吸收，手揉大约3分钟，然后继续揉8分钟左右。如果你的面团这时越揉越黏，说明面团温度太高了，可以放到冰箱里降降温。再检查一下，能抻出比较薄的膜，但是捅破薄膜，洞口是呈现锯齿状的。制作小餐包揉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揉出手套膜。把面团折叠几次，整理出一个光面，看一下我们的面团温度，尽量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。把面团放在室温下静置45分钟，因为加入中种面团的关系，面团中已经有大量的酵母，所以这里不需要发酵很久。发好的面团体积基本是原来的2倍大，手指蘸取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洞口不会回缩或者反弹。将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用手按压排气，去除里面的大气泡，然后平均分成16份，每份大约35克。建议你拿秤称一下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手感。将每个小面团向中间折几次，然后翻过来，利用与案板的摩擦力在手心搓成圆球，底部可以捏一下，这样我们一个光滑的面团就整形好了。烤盘我用的是11英寸的方烤盘，垫个烘焙纸方便脱模。如果你没有深烤盘，可以用普通烤盘，然后把小餐包摆成23×23厘米的矩阵，一样能烤出排包的感觉，而且不需要调整烤制时间。把整形好的小面包摆到烤盘中，都弄好后稍微调整一下间距，将面包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。可以用微波炉烧开1碗水，然后迅速放入烤盘，里面的环境温暖又湿润。如果你发酵的环境不够湿润，面包的表面会干掉，烤出来表面就发硬。根据自己的烤箱算好时间，提前预热烤箱至180摄氏度。当小餐包体积长到原来的2倍大，用手按一下表面，凹陷处缓慢回弹就是发好了。如果回弹太迅速是没发到时间，如果一下子就塌掉了是发酵过度了。在上面薄而均匀地刷上一层鸡蛋液，侧面也要刷到。将烤盘放到烤箱中层烤17分钟左右。当你看到表面颜色已经很漂亮了，可以在上面盖上一层锡纸，防止它继续上色。我们的小餐包出炉了，把它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面包在晾凉的过程中，残余的酒精也会慢慢的挥发掉，所以不要刚出炉就着急吃。这又是一款灰拉丝又超柔软的小面包，面包非常柔软，我一捏都扁了。如果你看过我以前的面包视频，你可能发现我做面包都是用种面发面的，
这种方法非常适合新手，做出的面包组织和口感都比直接放酵母的方法更优秀，面包保持柔软的时间也更长。如果你还没试过，一定要尝试一下，我相信你试过之后就再也回不去直接法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